三大宗教为何会认定同一座城市为圣城？更离奇的是，这座城市现在还同时是2个国家的法定首都，世界数10亿人以此为信仰之地。这座神奇的城市就是大名鼎鼎的耶路撒冷。这里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？为何会在宗教界有如此崇高的地位？难道他们真的都在这里发现了神的踪迹吗？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据考古学家发现，耶路撒冷这座城市至少有6000年的历史。6000年的历史意味着什么呢？这么说吧，公元前4000年的时候，古埃及的第一座城市才出现，金字塔连个影子都看不到。更为关键的是，耶路撒冷的辉煌还并不限于此，它一出现在历史中就被冠以了神圣的名号。公元前970年，继位的所罗门王决意打造圣殿，于是就选中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，在耶路撒冷的正中心建设了第一座圣殿，作为犹太教的朝圣之地。仅仅10年的功夫，一座庄严的圣殿就出现了。在这座圣殿之中，连接的可是犹太教众教徒与神。300年后，两河流域兴起了强大的王国巴比伦。当时的统治者尼布甲尼撒2世在强势的武力加持下攻下了耶路撒冷。尽管这个统治者也认可耶路撒冷的神圣名号，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讨厌犹太教。因此，攻下耶路撒冷之后，尼布甲尼撒2世就让士兵劫掠了整个城池，还特意嘱咐要摧毁犹太教建造的圣殿。要知道，在过去的几百年时间，圣殿可是聚集了整个国家的财宝。因此，为了彻底断绝犹太人的信仰，尼布甲尼撒2世还令人下火烧了圣殿，将上万的犹太人俘虏到巴比伦。这在历史上就是著名的巴比伦之囚事件。然而，犹太教虽然被迫四处流散，沦为囚犯，但心智却异常的坚定。不到100年，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就带兵攻打了巴比伦王国，并允许犹太人回归到圣城。此时的圣城还是一片废墟，因此犹太人只好自己动手，竭力把圣城建设到原来的模样。幸运的是，回归后的600年，圣城虽然被不同的王国先后统治，但基本是稳定发展的。很快，耶路撒冷迎来了纪元之交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公元30年，一个名叫耶稣的人来到此地。耶稣是来传教的，传的可是基督教，而不是犹太教。毫无疑问，犹太教的领袖是无法容忍这样的事情出现的，于是他们就买通了耶稣的门徒犹大。于是耶稣被捕，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，走去了刑场，接受了常人不能忍受之痛苦后离开了人世。然而，耶稣的肉体在3天之后却意外的消失了。没错，耶稣以神的方式复活了，这也就导致基督教认为这个地方虽然是耶稣受难的地方，但却也是神迹出现的地方。于是耶路撒冷就成了基督教的圣地。在耶稣肉体被钉死的地方，基督教建立了一座古木教堂。然而耶路撒冷的神圣还远不及此，这是世界上最接近神的城市，几十亿人的信仰之地。3大宗教以它为圣城，2个国家同时将它设为法定首都。耶路撒冷到底有何特殊？为何犹太教、基督教，甚至就连伊斯兰教的信众都不约而同地相信这里有神迹？公元621年，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一路夜行来到了耶路撒冷。没人知道穆罕默德为什么要不远千里来到此处。总而言之，他来了。来到耶路撒冷之后，穆罕默德就来到了城里的清真寺，默默地踏上了寺中的灯消石。据古兰经的记载，这一登，穆罕默德就到了传说中的7重天，见到了真主。在真主的教诲下，穆罕默德的领悟能力一步登天。第2天清晨，他就回到了麦加，将真主的教诲传达给了教徒们。由于耶路撒冷是先知与真主的会面之地，因而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伊斯兰教的圣地。看到这里，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如今的耶路撒冷能够同时出现清真寺和教堂。更重要的还在于，没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人们迫切地想知道这个城市对于各大宗教究竟有什么魅力。于是纷争就开始了。公元1096年，当时的天主教教皇决议夺回基督教的圣地，拒绝其他宗教的驻扎行为。此时犹太教已经4分5裂了，剩下的威胁就剩下了伊斯兰教了。于是教皇就派出了大量的军队出征讨伐穆斯林，这就是十字军东征的起源。这场宗教之战打得非常漫长，长达200年，其血腥程度根本不亚于世界大战。公元1291年，十字军攻占了耶路撒冷，借着宗教的名义，十字军大量屠杀犹太人和穆斯林，并成立了一个耶路撒冷王国。圣战岂会就此停歇呢？不到100年的时间，穆斯林发起了反抗，推翻了基督教的统治，夺回了圣地。犹太人此时就是个边缘的存在，不管圣地是谁统治，他都只能小心翼翼地靠边站。
此后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就围绕着圣地开启了你进我退、有来有回的争斗。耶路撒冷也因为频繁的宗教战争，不断的经受毁灭、重建、又毁灭又重建的路数。这种要命的折腾一直持续到了1517年。1517年，奥斯曼帝国的到来结束了两方宗教的斗争，实现了统一。当时的统治者认为，既然你们这些宗教都认为耶路撒冷是自己的圣地，那就都当做自己的圣地好了，不要干预对方。于是，耶路撒冷迎来了久违的宗教共处时期。截至20世纪，耶路撒冷中一共有着1000来座犹太会堂、上百座的教堂和清真寺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它成了上亿人口的信仰之地。西方的圣城耶路撒冷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3个不同的宗教都将其视为圣城，甚至如今它还同时是2个国家的首都。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？进入20世纪之后，英国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接管了耶路撒冷。鉴于此地的特殊性质，当时的国际社会决定将此作为一个国际城市，由国际组织负责。但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一直没有忘记一个事情，那就是复国。然而此时实际上居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居民，除了宗教信众，就是阿拉伯人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犹太人想要复国，那不就是要抢占阿拉伯人的居住领地了吗？虽然这耶路撒冷确实是犹太教的圣地，但也不妨碍阿拉伯人在此地居住。本来这个事情由于双方的势力悬殊较大，迟迟没有下文，直到二战之时，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已经与英美国家联系的比较紧密了，于是在分割土地的时候，就要求英美国家为自己达成复国的愿望。英美国家一番暗箱操作，就在耶路撒冷的土地分割方面有点偏向于犹太人。那阿拉伯人也不是傻子，看得出英美国家与犹太人的心思。可问题在于，犹太人说这片土地是你2000年前的故乡，但阿拉伯人也的确在这里住了上千年。于是阿拉伯人就直接拒绝了英美国家的划分规划。原因很简单，在这片土地上，明明阿拉伯人的人口占据了主流，凭什么犹太人分得更多的土地？但无奈的是，此时的犹太人背靠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，因此1948年，以犹太人为主的以色列建立了，以耶路撒冷为首都。建立第2天，阿拉伯人就联合起来攻打了以色列，这也正是第1次中东战争。这次战争的结果便是阿拉伯人战败，大批阿拉伯人流离失所，彻底的失去了故乡。于是5月15日就成了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巴基斯坦等国的民族灾难日。颇为讽刺的是，灾难日的前后几天就是以色列的独立日。每当这边悼念的时候，那边就是欢天喜地的，这场景想都不用想，是一定会冲突的。于是中东这块区域也就变得战争不断。尽管大多数时候都是犹太人打了胜仗，但这也不妨碍阿拉伯人的不断反抗。既然犹太人天天说耶路撒冷是你的圣地，是2000多年的故乡，那同样也可以是阿拉伯人的故乡。于是巴勒斯坦建国之后，也将耶路撒冷作为首都。必须强调的是，耶路撒冷的真正控制权在以色列手中，但就像当年的犹太复国一样，巴勒斯坦可以在精神上将之作为首都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。这也就导致耶路撒冷成为了又一象征意义的存在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